是 Dear Carol，我今天终于完成了2周的 abs 挑战，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。这个 program 呢是在 YouTube 上面一个叫做 Chloe Ting 发起的 2 weeks stretch challenge， 非常的有效。因为我在开始之前，我还是搜了蛮多关于这个整个 program 的一些 review， 然后会有很多的女生她们会上传她们自己的14天的前后对比，就效果真的是非常好，所以我就觉得。既然他们都可以 ，Why not？ 为什么我不可以来尝试一下？而且我是属于那种不依恋的体质，就是无论你是不是很集中的突击一下，我的线条都不会说出来的非常的明显的那种。反正过往的经验就是这样了。所以当我看到这个 program， 看到那么多人反馈的效果真的很好的时候，我是非常好奇，说我自己也能不能有达到这样的效果。然后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本来就比较小，因为我也不高，我就是我在开始之前是49.2公斤吧。算不轻了，但是在这个体重基数再往下减的话，2周要减到2-3公斤，其实也蛮难的。就是在不反弹，而且还不让肌肉流失的情况下，会比从一个大基数的体重往下减要困难。所以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体重基数比较小，想往下减，同时还想把身体的塑形雕塑的比较好，或者呢，你本来也不是依恋体质的，但是想尝试一个 program 是真的可以让自己在通过一段时间努力之后看到明显效果的，那么我非常推荐这个2 weeks stretch challenge。那么就从第1天开始吧。这就是我挑战开始前的肚子，这是积攒了从圣诞到跨年再到春节吃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肚子里。那我今天就专门还准备了这个量尺，因为我很想看到我最终实际的效果，到底是减了多少英尺或多少厘米。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作为丈量的标准的话，可能最后稍微减了点，但你肉眼看不太出来，你就不会特别有成就感对于这件事情。所以 OK， 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先量一下腰这儿吧，就是最细的这一块。最细的这一块是68 ，OK， 到肚子这一块最胖的地方。我应该是放松了还是吸气？我要来放松2个，吸气2个吧。我吸气，吸气大概是77.5的样子，77.5的样子。然后稍微吸一下的话能到75。那我们就开始第1堂课吧。是第4天，但是我的肚肚上还是一片平坦，只能用这个来遮。遮完了感觉还行哈，但是不遮的时候，我发现稍微有一点点凹哎，虽然这里都是肉，但是旁边某个角度有一点点凹。第4天，但是我还有好多肥肉要减。哦，天哪，这些真的能下去吗？还有4天就结束了，我现在真的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一点点凹陷，就真的，我觉得跟第7天还是，我觉得还是跟第7天、第8天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。最后4天再冲刺一把，我觉得绝对线条真的是可以更明显一些。来看一下我这儿的冰箱里头都有什么，这是昨天我去超市买的，我的冰箱从来没有这么绿过，特别配我的指甲。对，这2个是我专门挑选的这个含糖量比较低，然后卡路里也比较低的这种
新鲜的蔬菜水果汁，它里面有 spinach， 然后有 celery， 然后有 kiwi、apple 很多。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是豆角、芹菜、丝瓜，哎呀，都是绿色蔬菜。哦，这个我买的特别棒，这个是超市里面这种 egg white， 就是它里面只有蛋清。然后早餐我就会用这个来做那个西红柿炒蛋白，特别好，特别营养，特别健康。这个呢就是肉食类，我买了一个红肉，还有这个鸡胸肉，偶尔做一下 pasta。哦，这边还有这个 unsweetened 豆浆。14天终于完结了，真的，我不得不说这一套 program 真的非常非常有用。我现在真的是拉下来，已经是能看到这两边的一点点的凹陷了。虽然说，形状并没有像那种就是很清晰的6个 abs， 或者是那种马甲线非常非常的凹陷，毕竟我的这个脂肪率还是在那儿，就是没有说减到18、20那种，所以我觉得出现这样的效果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。就是你能从侧面就能看到，就真的很不可思议，天哪 ！OK， 那现在14天之后体重是多少呢？来跟我看一下吧。到卫生间去，检验成果的时刻到了。46.4公斤哎，减了有2.8公斤，这效果真的不错，很满意。哦天哪，就我完全会没有想到说真的可以减到这么多。我觉得这个 program 就真的是非常适合所有人，而且它不像比如说有的博主的 program， 像帕梅拉女士，她有的那个非常的激烈，就是中间是没有任何休息时间，没有任何停顿的。那你做的时候，你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其实会非常打击自信，然后身体体能跟不上，还没有适应起来，其实是有些困难。但它的一些简单版呢，又感觉太简单了，就是中间间隔有20秒，就觉得很长，有的时候那个心率都已经停下来了。那我觉得 Chloe Ting 它的 program 它的时间的分布，中间的顿点，我觉得安排都非常好，就休息的时间就刚刚好，能让你喘一口气，但又不至于让你的心率恢复到很平的那种阶段。而且它所有的动作设计也都考虑到了，就是你一开始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。因为一般来说，你刚开始的话，体能跟不上，你会倾向于做一些比较简单版的动作。那它在视频的旁边都会放一个简易版的教学，就如果你跟不上的话，你可以先从这种简易版的动作做，等到后期、中期你慢慢跟上以后，再切换回一个标准的模式。我就觉得这一点非常贴心，因为像有一个就是平板支撑的开合跳，我在头7天吧的时候，真的我跟不上那个节奏，就每次做那儿的话，我真的要喘死了。但是到后面第10天、第11天的时候，完全就是不带喘的就可以连续做下来，我都惊了。特别是对于初学者的话，你真的会需要一个信心的建立吧，你才会对锻炼这件事情有所期待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饮食。我其实第1周的话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忌口，但我本身也不是那么爱吃高脂肪或含糖量高的东西，也就是说我在准备早中晚饭的食材方面，是非常宽泛的，没有什么限制。但第2周开始起的话，我会稍微严格了一些，基本体现就是在我不会用炒菜的方式做很多肉类，因为那样的话就会不可避免的放很多油。所以比如说我要吃牛肉或者是鸡胸肉的时候，我基本上都是用烤箱做的，就会淋一点点的橄榄油，然后沾在那个肉的正反面。当然肉本身它是会有些脂肪嘛，所以你在烤的时候它也会分泌出来一些油分，然后再配上一些烤的蔬菜啊，反正就你家里有的蔬菜你都可以放到烤箱里面去烤，少油也少盐，我就觉得整体吃起来非常健康。尤其我特别爱喝汤，就是我不喜欢在健身期间去吃什么沙拉之类的，就我中午不能忍受我吃冷的东西，晚上也不能忍受吃不带热气和热量温度的东西。所以汤品真的就是我发现最适合我的食物，而且它做出来的跟所有的菜和肉搭配起来，就一点也不油也不腻。我其中一个做汤品的秘密武器是美国这边 Trader Joe's 的 Beef and Vegetable Broth， 就这2个非常方便，然后热量也很低。他们这个每盒是4个 serving， 然后每个 serving 是15卡路里，所以我基本上每次用的话，大概用1半的量，也就才30卡路里吧，就非常低，而且味道也比较清淡。但你就可以把什么蔬菜啊、肉啊都放到里面去煮，当涮火锅一样的就出来了，就非常方便也很好吃，超爱。
还有呢，就是这次我超喜欢的一个健身的服饰，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 Gymshark， 它的 bra 还有 legging 都非常非常舒服，就是它不像是瑜伽裤那种让你觉得非常的轻薄，然后 flexible， 但它这个呢，就是给到你一些支撑力，但同时也让你感觉很舒服，就是你穿了以后，你会感觉你发力的部位 somehow 就是不那么累，就对我真的很喜欢，而且特别是这个 bra 给到我的支撑真的是非常贴心，因为中间有几天我其实是来姨妈，就胸部稍微有一点点胀，有一点点小痛，但是你带这个去做那个高抬腿的跳或是 burpee 跳就完全没有问题，所以非常非常安利给大家 Gymshark。我还要重点表扬一下我这个工程，就是我前段时间在这个 Urban Outfitter 上面买的这个瑜伽垫。这个瑜伽垫，你看我一开始就是买过来的时候，它就是有这种怎么说，像是做旧没印好的这种感觉。但是我练到后面我就知道了，我觉得天哪，太惊人了！因为你练到后面的时候，你会就是脚的摩擦力啊，手的摩擦力把这个蹬的一个一个的那个泡沫点都会蹬掉。但是蹬掉了以后呢，这个又完美的 blend in。就是完美的跟它本身的这种做旧风格融合在一起，我就觉得哇塞，这个设计实在是太贴心了吧！但整体它又是我特别喜欢的这种风格，你知道吗？就不是那种纯色很 boring 的。OK， 如果你对这个 program 有什么问题或是看法，想要跟我一起讨论的话，欢迎在我的下方留言，然后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给我点赞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才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前2天忘了拍，就是要量腰围。忘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要量我们腰围的尺寸。我并没有像YouTube 其他那个博主，就是连大腿围和手臂围都量了。我当时也就只记得量我的腰围，现在是64。我记得之前好像量的是68，就是最细的这一块，就减了4厘米。然后现在是量这个稍微比较宽的这一块，下边比较胖的。比较胖的这儿现在是71，对，之前是多少来的我都忘了。然后当时我还量了吸附和收腹和那个放松，我现在是稍微有一点就是收一点，然后我要全放松的话就是全放松的状态下73，哇，这个改变还真是很明显。OK， 这次是真的拜拜了。